李大炼气境上品灵根，考核评分75，晋级为外门弟子。下一个，我叫孟凡，因为一场车祸，我意外穿越到了玄幻世界，成为参加蜀山剑派考核的弟子。同时，我还觉醒了剑道通神天赋。我不仅能洞悉每一把剑的内蕴，还能汲取剑源，直接习得剑中功法。按照这个剧本，只要通过这次入门试炼，我就能进入蜀山剑派，当上内门弟子，靠着剑道通神的天赋大展身手。孟凡，凡人境，杂品灵根，考核评分0。我的元神怎么是毫无修为的废物？这什么地狱开局？孟凡，你是本次考核的倒数第一。就你叫孟凡啊？这次入门涉炼，你可是断档的倒数第一，就这水平还敢来蜀山，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！连灵气都无法感知，恐怕这辈子连炼气境都够不着喽。我们蜀山剑派不收废物，滚回去种地吧。难道我只能就此离开蜀山剑派？慢着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留下的机会。真的吗？如今宗门的剑阁缺一名守剑弟子，你只要能守满1年，便可成为外门弟子。不过剑阁位置偏僻，条件简陋，不知你介不介意？只要能留在宗门，我就有逆天改命的机会，我愿意。多谢王执事。剑阁守剑，正好能发挥我的剑道通神天赋。等着吧，今日之辱，我必百倍奉还。执事大人，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把这个一窍不通的废物留下来？你可知剑阁中的剑大多蕴有剑灵，极为珍贵，其中有柄赤月剑，我极为中意。但它煞气滔天，会吸人阳气，需活人献祭化煞。孟凡就是那个祭品，还是您高明。明日就为您取剑，顺便给他收尸。哼。就是这里了吗？你是？老先生，我叫孟凡，是新来的守剑弟子。终于有人替我了，终于有人替我了，解脱了，我解脱了。他今年才28岁，只是守了2年剑，竟成了这般模样。这份差事到底有多恐怖？我的修为竟然真的提升了！这剑道通神的天赋果然有用，只要不断触碰剑气，汲取剑源，我说不定就能打破杂品灵根的枷锁。这剑的气息怎么如此与众不同？这剑名为赤月，乃以天外云铁，辅以极阴极阳之物，耗时3载。小哥哥，人家可算等到你了。你是赤月剑中的剑灵？是呀，人家寂寞了上百年，终于等到了心仪的人。你过来吗？我可是极品神剑，只要你愿意与我合欢，我就把剑源和功法全都送给你。赤月的确是绝世好剑，但要用这种方式传授功法吗？他身上怎么有黑气？原来是障眼法。你这点伎俩骗不了我，休想吸食我的阳气。能识破我的伪装，你小子倒是有点实力。不过我本想让你无痛的死去，既然你如此不识趣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强的煞气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下死手？少废话，你不过是掉进我陷阱的猎物，乖乖等死吧。不是吧，我才刚有点提升，就要葬身于此了。居然能抵御煞气，是刚才那把白夜剑的功法。既然如此，我是不是也能学会他的功法？这些画面都是他的过往，怪不得他有如此多的煞气。看来只有了结他的心魔，才能将赤月剑为我所用。冯且，回头是岸，现在停手，还有挽救的机会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讳？别以为几句花言巧语就能让我放过你！受死吧！冯且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又被放住了，不过无所谓，这里是我的幻境，你迟早会被我耗死。奇怪，我的煞气呢？你要找的是这个吗？在这儿呢。不可能，
这些煞气只属于我，你凭什么能使用？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因为我知道你本性不坏，你曾是前来蜀山求道的弟子，却被恶人血祭铸成赤月剑，因此才一直有冤死的煞气。你想复仇，我想得到绝世好剑，或许我们可以合作。千百年来，因为我的煞气，他们都视我为凶物，将我封印在剑阁。若您能用血气为我重塑肉身，我红衣愿此生认您为主。没问题。你衣服呢？快穿上，这成何体统？幻境中的衣物都是煞气所化，如今契约已成，煞气收敛，衣物自然消散了。重新拥有肉身的感觉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这么快就得到了第一柄有剑灵的好剑，不过这层的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，我要不去楼上看看？奇怪，为什么一往上走就喘不上气，仿佛心脏被捏住了般。主人，您是新来的吧？这剑阁共分9层，分别对应凡人、洞虚9种境界。您修为太浅，强行上去很可能会粉身碎骨。也就是说，踏上2层至少需要进入炼气境，可我这杂品灵根根本无法修炼，该如何提升？主人，有人来了。孟凡，我来给你收尸喽。你找我？孟凡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孟凡，你不该早被赤月剑的煞气炼化了吗？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原来如此，王执事让我来守剑，根本不是好意，是把我当成献祭赤月剑的祭品。你们好毒的心！被你识破了又如何？你这种守剑的是宗门最下等的杂役，能为王执事化煞是你的荣幸。既然侥幸活着，煞气也散得差不多了，快拿出来，我要给王执事交差。王执事要找到，可是他正是，快把他给我！你小子什么意思？我是剑阁的守剑弟子，这剑岂是你想拿走就拿走的？按照规定，取剑需要文书，没有文书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你小子是真不知天高地厚啊！告诉你，这可是王执事的命令，你敢拒绝，就是在和王执事作对。你也不过是个外门弟子吧？那王执事的命令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王执事的心腹，王执事说过，再过5年就把我收为内门弟子。这把清风剑是他赐我的宝剑，削铁如泥。你若再不乖乖交出赤月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切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这不过是把烂大街的中品良剑，人家瞧不上的物件扔给你，你还跟个宝贝似的捧着。你说什么？你小子是真不想活了？这就让你尝尝清风剑的威力。赤月剑这种极品神剑，若不除煞，天元境的修士也难以掌握。我平了他的煞气，收服了剑灵，赤月剑如今认我为主。你少唬我！他怎么可能认你这个没有修为的杂役当主？你手上的一定是仿品！现在就让我戳破你的谎言！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不可能！孟凡老兄，我错了，看在都是底层弟子的份上，求你饶我一命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我且问你，王执事为什么偏偏要取赤月剑？我只知道是有人将赤月剑赐给王执事的，但我也只是奉命行事，求您别杀我。杀你反而脏了我的剑，但若你再敢来剑阁滋事，我定不饶你！滚！主人，为什么要放他走？我初来乍到，立足未稳，杀了他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。这等鼠辈，等日后我修为提升了，再清算也不迟。主人思虑周全，不过您的灵根资质实在太差，想通过修炼提升难如登天，必须多学剑法，积累实力。可不，我连剑阁2层都登不上去，如何学习剑法？我倒是知道个好去处，世剑堂，那里是蜀山弟子练剑的地方，主人可前往观摩学习，快速提升。还有这种好地方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我煞气未完全收敛，进入世剑堂会惊扰其他剑气，主人您自己去就行，我乖乖等您回来。飞羽剑法、极道斩、幽灵剑势、剑道通神，果然强悍。这些基础剑法，我甚至看一遍便能领悟。奇怪，这剑法为何如此与众不同？它出招绵密，如潮水般连绵不绝，我必须好好学习一番。你是何人？为何要偷窥本宗练剑？偷窥？我没有啊！撒谎！
你已经在这里目不转睛地盯了我1个时辰了，还想怎么掩饰？姑娘，您误会了，我这是正大光明的学习剑法。看清楚了，这里是试剑堂，哪有只看不上手练剑的？更何况你身上连佩剑都没有，一看便不是来练剑的。如果我说只用看就能领悟这些剑法，你信吗？一派胡言，看剑就能学会功法，天下哪有这种天赋？既然你如此嘴硬，那我考考你，你盯着我看了这么久，都看出什么了？你练的是碧海潮生剑法，此剑法如潮水般连绵不绝，一气呵成，确实是极品剑法。不过你虽然掌握了剑法，但根基不稳，挥剑时犹豫不决，漏洞百出，实战很容易出差错。我的剑法，宗门内没几个人能看懂。如今你只是看了几眼，就胆敢说我漏洞百出？有本事你亲自演示一遍。我靠，怎么这么重？这剑里的剑元也太充沛了，即使是我的剑道通神，也需要片刻才能完全领悟。果然是外强中干的货色。告诉你，此乃碧海令剑，重达1000钧，唯有上品灵根以上才能驾驭配套的碧海潮生剑。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定能施展此剑法。切，还想挣扎？好，我再给你一点时间。若你做不到，我便将你偷窥之事昭告全宗，让你在蜀山无立足之地。终于彻底领悟了，来吧！为什么他挥剑如此娴熟，一招一式都比我流畅自然，仿佛这剑是他的一般？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来，你照着我的招式再练一遍。他说的是真的，竟然真的精进了不少。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如此精通剑道。说吧，你是谁的内门弟子？让您见笑了，我叫孟凡，只是剑阁的首剑弟子，连外门弟子都算不上。此等天才，绝不能在剑阁埋没了天赋。看在你有点天赋的份上，我可以考虑将你收为我的内门弟子。我这是千里马遇到伯乐了。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但如果能就此成为内门弟子，我的修仙之路或许还有救。奇怪，为何心口剧痛？这症状，你是不是有滴血认主的剑？怪不得剑灵一旦滴血认主，便会与你心神相连。心头绞痛，是因为你的剑在求救。不好，红衣有危险，请留步。这香囊能除凶避邪，滋补灵气，我将它赠予你护身。若你决定好，随时可以带着此物来找我。发生什么了？明明走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主人，你身上怎么有其他剑灵的气息？是不是出去偷腥了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刚才感知到你有危险，才匆忙赶回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事啦，是杨飞偷跑回来想偷赤月剑，没想到我刚现身，他就被我的煞气吓跑了。还敢来？既然如此执着想得到你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孟凡，你这大胆狂徒，快出来领罪！王执事，不知我有何罪，劳你大动干戈，带这么多人来剑阁。杨飞前来剑阁取剑，你却出手伤人，还强占宗门至宝赤月剑，以下犯上，罪该万死。他闯入剑阁，图谋不轨，想偷剑害我，我只是自保，是非曲直，我们可去宗主面前对簿公堂。你一个杂役守剑弟子，也配见宗主？谁会信你的鬼话？赤月剑是我先看中的，立刻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赤月剑已认孟凡为主，生是他的剑，死是他的魂，你们休想夺走。就是赤月剑的剑灵，搞笑。他不过一介杂役，连修为都没有，有什么能耐让你如此臣服？他配不配，轮不到你们这群蝇营狗苟的酒囊饭袋议论。红衣，少跟他们废话。既然他们穷追不舍，我们也没必要再留情面了。哈哈哈哈！还给我们留情面，你小子好大的口气！告诉我可是真武境中期，我这些内门弟子随便一个就是炼气境后期，杀你易如反掌。你最好乖乖交出赤月剑，否则就等着被剁成肉酱吧！哼，正好让我试试赤月剑的实力，让他们一起上吧。给我上，好好治治这小子，夺下赤月剑！残月诀！王执事，轮到你了。刚才那招就是传说中的残月诀，单使用赤月剑，就至少需要达到天元境。你一介杂品灵根怎么做到的？在你们这些上位者眼中，杂役就该一辈子是杂役吗？王执事，你未免太自以为是了。是乖乖束手就擒，还是要我动手？别得意，我承认你有点实力，
但我身为宗门执事，还不至于被这点小场面吓到。不好，这是炼蛊凶兽的妖气，主人您小心！王执事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宗门内严禁饲养妖兽，违者废掉灵根，逐出宗门。那些破规矩都是制定给你们这些底层看的，管不了我。况且只要杀了你，谁还会走漏风声？凶兽，给我吞了他！找死！残月诀！不好，刚才那一招已经耗尽了全部力量，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不好，主人气力耗尽，我也无力挥剑。那凶兽靠过来了，主人你快逃！主人！哈哈哈，孟凡啊孟凡，你们这些底层杂役终究是鼠目寸光，都不会想到我会留后手吗？这赤月剑终究还是我的。放开我，我只认孟凡为主，你不配！哈哈哈，认命吧，你的主人已经死了，回来吧，凶兽！怎么回事？为何不听命令？回来！这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孟凡？可他不已经死了吗？绝对不可能！我的凶兽乃千年蛊煞所化，体内蛊毒剧毒无比，就算是天元境高手，也会被瞬间炼化的尸骨无存。你一介肉体凡胚的杂役，怎么可能毫发无损？的确，单凭我这具肉体，躲不过你的阴招。好在我有这枚除凶香囊护身。这是宗门府库的秘药香囊，唯有凝丹境以上的核心修士才能享用。我在蜀山10余年都未曾得见，你怎么会得到它？我知道了，这香囊肯定是你偷的。你不是没力气了吗？怎么忽然这么快？你3番5次率众挑衅剑阁，私藏违禁凶兽，残害同门，再敢废话，我有权在此将你就地正法。孟凡大人，求您饶我一命！凶兽之事是我鬼迷心窍，求您千万不要禀报宗门。只要您能饶过我，我愿意给您做牛做马。谁信你的鬼话？当初你设计将主人当做祭品，派杨飞来害命时，怎么没想过今日下场？我们凭什么饶你？我有一件法宝，能找出当年将你血祭铸剑的人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探知灵石，只要将它贴近身躯，就能顺着你的血脉气息锁定当年血祭你的凶手。不过什么？这探知灵石的灵力太强，如果附近的人修为不够，很可能伤及无辜。明白了。放心，主人，我站远些，不能让您有风险。这样可以了吗？不够，还得再远些。这下总可以了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就是现在，快跑！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，被这货给骗了。这群卑鄙小人，竟敢拿普通灵石骗老娘！可别让老娘再抓到他们，否则定要让他们碎尸万段！没事，有这一回教训，他们估计不敢再来挑衅了。等我们有了提升，再教训他也不迟。所以这就是灵石，有何用处？灵石凝聚天地灵气，是修仙的必备至宝，底层弟子一辈子都难以获得一枚。主人，您不妨尝试炼化吸收，说不定仍能修补灵根，提升修为。奇怪，我的手心为什么能感觉到有热流在汇聚？这是在汇聚灵气。主人，恭喜您突破灵根的枷锁，达到炼气境，成功踏入修仙门槛了。炼气境，那我岂不是可以登上剑阁2层了？果然没有一点不适，成功了！更强的剑，我来了！等等我，主人，我才是您的第一佩剑。哼，可不能见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呀。这柄剑，此剑名除力，能消耗灵力，治愈伤势，这可是保命之宝。主人您快来看，这柄剑好奇怪。主人，就是它。怎么贴了这么多封印符箓？有符箓阻隔，连我的剑道通神都无法探寻其中信息。难道是一柄邪剑？我也是煞气充满的制邪之物，倒要看看有什么剑比我更邪。又是剑灵幻境，和红英当初的幻境如出一辙。主角魔女为罗师尊报仇！为罗师尊！这位道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大事都不知道，你新来的吧？我们宗门内出了个有魔族血脉的魔女，她操纵魔气害死了自己的师傅罗师敦，如今必须杀了她，才能平纵乱。楚清歌，以魔气入体，残害生灵，祸乱人间。今日我等便替天行道，将你就地正法，你可知罪？我没有，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魔族血脉，更没有想过害罗师尊。是师父在给我驱魔的时候，莫云剑忽然不受控制，刺向了他。诸位师兄，我与你们共同生活数年，你们难道不相信我的为人吗？呸！魔族余孽还敢狡辩！你混入我蜀山剑派，戕害罗师尊，定是有意而为。没错，100年前魔族肆虐，我蜀山弟子拼死抵抗，血流成河，才将魔族封印。若着你这个孽种，迟早会重蹈覆辙。少跟他废话，快点火，烧死这个女魔头！楚师妹，你魔族与人界向来不共戴天，你休怪我们无情。要怪就怪你出身魔族，注定不得善亡。诸位且慢，你是何人？胆敢破坏宗门的审判仪式？我有温和驱魔之法，可不伤他性命，化解魔气。还请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竟敢维护魔女，莫非你也是魔道奸细？无妨，让他一试。若是失败，你便与他一同受死。你叫楚清歌是吧？我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楚清歌虽有魔族血脉，但无法驾驭这份力量，才被封印在剑中。看来想要得到墨云剑，得先让楚清歌解脱。磨磨唧唧的半天没有动静，什么时候开始除魔？诸位，我已查明，楚姑娘并非有意害人，她是被冤枉的。你是哪来的道士？休想在此招摇撞骗！我们亲眼看见罗师尊是被他的剑刺死，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楚姑娘自幼被罗师尊领养，他估计早就看出楚姑娘体内的魔族血脉，才试图用这把剑将魔气封印。只可惜魔气太过强大，这柄墨云剑失控，才刺伤了罗师尊。这一切都不是楚清歌有意而为之。那又如何？就算他不是故意的，只要他体内的魔族血脉还在，蜀山就一日不得安宁。就算是为了蜀山，也该将他铲除，以绝后患。以绝后患！大家冷静，我有净化驱魔的功法，这就为他洗去魔族血脉。不要，别过来！别怕，很快就好。为什么？孟凡，对不起，我根本控制不住体内的魔气，只要有危险，他就会不受控制的攻击身边的人。哼，装什么英雄救美？真以为这魔女会领情？大庭广众下杀人，她的魔族血脉果然藏不住了，不尽快杀了她，难解我们心头之恨。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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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睁眼吧，已经结束了。发生什么了？你不是已经被魔气害死了吗？放心，只要不是致命伤，我的除力都能自愈。此剑名除力，能消耗灵力治愈伤势，这可是保命之宝。你有魔族血脉，自然该返回魔界，但你的魂魄被封印在墨云剑中，才被困在剑里。现在你的心结已了，该离开了。放下墨云剑，会再次伤到你的。别碰我，会再次伤到你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连师傅都控制不了墨云剑，为什么你能毫发无伤？我就是为了体会剑中的魔气，才故意被它刺穿。放心，我已将它驾驭，从此不会再失控。此剑由我保管，你可以安心解脱了。谢谢你，这么久以来，你是第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。倘若有一日你来魔界，我会亲自迎接你。主人，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。魔气入体滋养了我的灵根，我的修为也已提升至炼气境4层，没想到进步如此神速。走，去外面试试此剑的威力。这一式是罗师尊为楚清歌独创的7绝魔剑，威力果然名不虚传。现如今有了赤月与墨云双剑，我的实力又提升了一大截，成为陆地剑仙指日可待。谁在那里？快出来！请问是剑阁的守剑弟子孟凡吗？是我，找我何事？柳副宗主，有请您前往府上做客，还请您赏光。副宗主，这么大的人物为什么会邀请我？您说笑了，柳副宗主前一阵还赠了您1枚香囊呢。难道是那位会碧海潮生剑的？正是。天哪，我教训的人竟然是蜀山的副宗主。不过他之前让我当他的内门弟子，如今又邀我做客，若是能攀上这层关系，日后在蜀山便无人敢欺。我即刻便去。长老，您这招引蛇出山真的可行吗？那香囊本就是柳烟平之物，孟凡能突然变强，想必是受了柳烟平的指点，必然对他心存敬畏，不敢不来。这孟凡虽为杂役，却能收服赤月剑，想必有不为人知的天赋。若能将他炼化为我所用，说不定我就能突破宁丹桎梏。钱长老，那柳烟平贵为副宗主，我们贸然对孟凡下手，会不会惹他怪罪？只要下手够快，毁尸灭迹，谁会知道是我们干的？不过我还要借你一样东西，长老尽管开口，属下万死不辞。
万死不辞。好啊，我要借的是你的命。钱长老，你为何要杀我？饲养凶兽，玩忽职守，按律当诛，连个小小杂役都对付不了，你还是把修为送给我吧。灵丹境9层，我离成神又近了一步。钱长老，孟凡来了。好，弟子们迎客。劳烦通报一声，孟凡应柳副宗主之邀前来拜访。你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孟凡，这位是你的剑灵吧？我府上有规矩，不能见兵器，我来替你保管。这剑的气息不对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不是柳延平。竟然这么快就被识破了，你果然有点实力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本座乃宗门长老钱乐池。孟凡，盗取宗门剑术，打伤王执事，该当何罪？是王执事夺剑害人在先，他还敢反咬一口，有本事让他出来和我当面对质。是非曲直，本座心中自有论断。今日本座便要替宗门清理门户，拿下他。既然你们不讲道理，那我便以剑服人。钱长老，我不想坏了宗门内的规矩，也不想与你为敌，我劝你即刻收手。本座可是3大长老之首，还轮不到你个杂役指手画脚。这就是宗门长老的实力，剑招繁杂，根本无法预判招式。主人别怕，我的残月诀可跨境界御敌，定能破他的功法。好，残月诀。会，你是有点实力，但我已进入隐神境9层，闹剧该结束了。封天所到。孟凡袭击宗门长老，罪该万死。今日本座便将你就地正法。钱长老，大事不好！有人在宗门前叫阵，扬言要毁了我蜀山剑派。慌什么？说清楚，是何方狂徒敢在我蜀山门前撒野？是昆仑剑派的江破月，他在宗门前摆下擂台，口出狂言，说我蜀山无人能胜他，若输了，便要我蜀山退出修仙界。江破月，这名字我知道，他不过是真武中期的后生，竟敢如此狂妄！长老，那江破月手持一柄绝尘剑，内门弟子已经上去7轮，全被他一招击败。再任由他嚣张下去，我蜀山的名声就全毁了。传令另外2位长老率所有内门弟子前往宗门大门集合，本座亲自去会会你。不过是个砸场子的，为什么钱乐池如此重视？主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昆仑和蜀山几百年来就不对付。此事虽小，但蜀山这些年实力一再衰落。若是此时被昆仑剑牌占了上风，蜀山过去修仙界头把交椅的地位很可能不保。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把他也带上，免得他趁机逃脱。情况如何？内门弟子已经败了7人，全被江破月一招秒杀。程飞宇实力绝不简单，不过是个后生小辈，不给他上强度，还真以为我蜀山没人了。程飞宇，弟子在，你且上台将那狂徒拿下。遵命。蜀山程飞宇，请教阁下高招。废什么话！看剑！来得好！看到没有？这是程飞宇独创的飞羽剑法，身轻如燕，如惊鸿过隙，斩杀江破月易如反掌。不对，江破月虽然处于下风，不断躲闪，但气息非常稳定，步伐也丝毫不乱。他是在故意放水，等程飞宇露出破绽。一个被封印的杂役也敢妄议战局，老老实实闭嘴。结束了，该结束的人是你。不好，我的功法怎么施展不开？哈哈哈哈哈！雕虫小技，你们蜀山剑派都是这种花拳绣腿吗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对面剑来，程师兄躲都不躲？原来如此，这绝尘剑的功法名为风尘绝念，能破万法，压制对手所有功法，怪不得江破月能百战百胜。怎么会？连程飞宇都不是他的对手吗？不怕，程飞宇只是大意了。既然这姓江的如此无礼，我们也没必要手下留情。我有天元境后期弟子杨一方，力大无穷，定能战胜江破月。好，快请杨弟子来。拿我兵器来！此乃铜山剑，可劈山断月，威力无穷。杨一方，让那狂徒领教领教我蜀山的厉害。小子，拿命来！
不过蛮力而已，匹夫之勇，不堪一击。放肆！你一个真武境后辈，竟敢如此无礼！让你见识下天元境的真正实力！劈山！结束了，这一招下去，江破月必定被劈成肉泥。不对，江破月的剑气还在，他还活着。你怎么可能挡下我的劈山剑法？都说了，蛮力无用，打架要讲技巧。今日便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劈山，劈人之道。连杨一方都败了，看来只有老朽亲自出马了。不行，我们身为长老，亲自对付一个小辈，即便取胜，也会被天下人耻笑。况且还摸不透这江破月手中剑是何种功法，若真失手，我等长老之位必将不保。钱长老，那该如何是好？我已派人去通知内门大弟子李雪柔，她实力超群，斩杀此子易如反掌。可惜她在外历练，最快半个时辰才能赶回来。蜀山剑派无人了吗？若是没人敢上来，就趁早认输，乖乖退出江湖，把位置让给其他门派。我来应战。这人谁呀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你看他和钱长老站得那么接近，说不定是隐藏高手。钱长老，这位是？他叫孟凡，是犯了门规的杂役弟子。若没有江破月的事，他早该被就地正法了。区区杂役也敢在此叫嚣，让你上，岂不是显得我蜀山无人？只能让杂役上。若职位代表实力，刚才上台的2位高手为何一死一伤？如今蜀山颜面尽失，难道还要在乎身份高低？钱长老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他既有胆量出战，不妨让他一试，万一能赢，岂不是意外之喜？也罢，来人，给他松绑。我告诉你，孟凡，此战不求胜，你也不可能战胜江破月，你只需拖住，败得越久越好。倘若你能拖1炷香的时间，之前的罪一笔勾销。钱长老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此战会败的不是我，而是江破月，是整个昆仑剑派。我要把蜀山剑派失去的颜面全都夺回来。这擂台也太高了吧？他们都是咋上去的？这人是来搞笑的吧？还得这么狼狈的爬上台，简直是笑话！就他还想挑战江破月，看来蜀山真的没人了。在下孟凡，蜀山剑阁首剑弟子。首剑弟子，蜀山已经落魄到派个看大门的来送死。小子，我劝你识趣点，不想死的话，就立刻跪下磕头，承认蜀山不如昆仑，否则你就和他们一样做剑下亡魂。我前来应战，当然是要以剑论高下。既然你找死，我成全你。绝尘剑能破万法，贸然硬拼不是办法，唯有以不变应万变。我没看错吧？能一剑斩杀程师兄的绝尘剑，竟然被他用手夹住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剑阁首剑的杂役吗？竟然空手接剑，他绝非等闲之辈。你倒是有几分胆量，接下来我可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放马过来！我已领悟青羽剑法的招式，你虽然能破解功法，但只要出剑够快，你就来不及反应。好强的剑气，好精妙的剑法，这绝不是普通手剑弟子能做到的。不过你这只攻不防的招式，只会让你陷入必死的境地。残月诀，就是现在，其人之道。孟凡呀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只要是人界的功法，我这绝尘剑都能破解，并以10倍之力反弹。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就这？我这奇人之道能破万法，打你一个手剑杂役，怎么可能无效？你也说过，你的技能只针对人界功法。倘若我这剑法不是人间的呢？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魔器？不可能！魔族100年前就被彻底封印，你这些魔器到底从何而来？我是剑阁的首剑弟子，阁中一把剑里恰好就有魔器。
一个剑阁杂役弟子竟然能操控魔气，魔气可是禁术，莫非孟凡是魔族的人？钱长老，我请求立刻停止擂台赛，若让外人知道我蜀山有人使用魔族禁术，我宗门百年清誉必将毁于一半。不行，如果停赛，蜀山丢掉的脸面，你来找回吗？放心，等他赢了，这些事会清算。我不想对你下死手，你若就此认输，可饶你一命；否则，这墨云剑的7绝魔剑气打在你身上，你就算侥幸逃生，也会被魔气侵蚀的生不如死。少废话！我不信你一介杂役能掌握魔族之力，你不过是靠着运气挡住了我绝尘剑的功法，想唬我认输，门儿都没有！我昆仑剑派远胜蜀山，你尽管放马过来。头一次见上赶着送死的，那我便满足你。不好，为什么距离都这么近了，我的绝尘剑仍然没有反应？不行，我可是昆仑剑派万中无一的剑道天才，我绝不可能被这等杂役击败，绝不！昆仑狂徒挑衅蜀山，辱我宗门，今日一战，是我们蜀山的胜利！孟凡威武，蜀山必胜，蜀山必胜！孟凡的天赋果然不简单，若能归我，我的境界必然飞升。钱长老，如今我已获胜，您也该按照先前约定，将之前的事一笔勾销，是吗？来人，给我拿下这孽徒！钱长老，你为何出尔反尔？孟凡，你对宗门的确有功，但就事论事，你私通魔界，与叛徒何异？钱长老，你凭什么污人清白？旁观者清，大家都看见你靠着魔气才战胜江破月，你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话虽如此，可如果孟凡师兄真的修了魔道，为什么还要帮我们？无论如何，魔族100年前酿成了太多惨案，若不加以制止，日后必定祸乱宗门。诸位误会了，墨云剑剑灵已被净化，魔气可控，并非魔道禁术。魔剑就是魔剑，宗门内进修魔道功法是铁律，违者斩立决，不容辩解。执法弟子听令，将孟凡拿下。是。我不想对同门动手，你们不要逼我。不好，失手了！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孟凡敢对同门下手，他就是有忤逆谋反之心。既然如此，就休怪本座不客气了。封天锁刀，又是这招！钱乐池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！放屁！我这是在履行长老的职责，替宗门清理邪魔歪道。可恶，主人，我也被他封印住了。孟凡，你不仅私通魔道，还有谋反之心。今日我便斩你这个魔道余孽！住手！副宗主为何妨碍本座施法？钱长老，如今清玄宗主才外出不到半年，你就敢越过我，私自处决宗门弟子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副宗主吗？副宗主息怒，属下这是在替蜀山清理门户，还请柳副宗主多多担待。本宗与孟凡早有交集，他精通剑法，甚至能对本宗指点一二。他犯了何事，让你如此大动干戈？柳副宗主，这孟凡虽有天赋，但偷修禁术，误入魔道，实难开脱。他不仅重伤同门，还有谋反之心，此人绝不可留。是啊，我蜀山人才济济，不差他一个孟凡。蜀山鼠辈，还我弟子命来！这老头谁啊？好大的口气！不知道，你连他都不认识？他可是昆仑剑派的长老墨渊，说他有神剑青云剑，是连钱长老都忌惮的存在。墨渊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江破月被你们所害，今日我誓要踏平蜀山，以祭我弟子在天之魂。是你弟子上门挑衅在先，你身为长老不约束门人，反倒倒打一耙。废话真多，修真界从来都是强者的天下，弱者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。你们蜀山鼠辈就无一人敢应战吗？副宗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清玄宗主不在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！你们刚才不是还说蜀山人才济济吗？钱长老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您说，让孟凡出战，若他能胜，一者能证明他绝无谋反之心，二者也能为宗门化解危机，如何？孟凡是有天赋，但和墨渊相比，如同螳臂当车，他必然不是对手。即使您开口，钱某当然没有异议。不过您应该最清楚宗门律法，若孟凡不能获胜，本座必杀无赦。墨渊可是化神境2层大能，与我实力相仿，你敢应战吗？您放心，孟某定不负诸位所托。没想到还真有不怕死的，连你们的长老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是你。我劝你主动认输，本座可留你全尸。老先生，若您是来挑战的，我倒愿意与您过几招。
但若您只是来无理取闹，恕我不从。好呀，你还是第一个敢和我这么说话的人。既然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。凌云剑阵。铜山剑，劈山剑法。这不是那二位师兄的剑法吗？他什么时候学会的？如此强的剑道天赋，难不成他真的撼动墨渊？不好，快看那边！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今日必让你万箭穿心！不过区区宝剑杂役，也敢与我昆仑抗衡？下去给我昆仑弟子陪葬吧！墨渊，你身为化神境修士，竟对后辈下如此死手，简直是修仙界的耻辱！你若不服，就上来应战，不然就给我把嘴闭上！什么？他怎么还没死？还有这剑气？难道……莫长老，我这是破万法用的如何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绝尘剑乃我昆仑剑派宗门至宝，历来只认昆仑嫡系弟子。你一个蜀山杂役，凭什么能掌握绝尘剑的功法？至宝择主只看品性，你们这些恃强凌弱之人，根本不配拥有此剑。今日便替天行道。哼，就算你能用绝尘剑又如何？你的修为不过炼气境，不可能破我化神境的防御。怎么会？难道他手上那把也是极品神剑？我操！两柄神剑的剑气合二为一，就算是大成境修士也挡不住啊！能同时驾驭两把神剑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墨渊不仅残害我宗门弟子，还仗势欺人，把他押进蜀山地牢。钱长老，咱们说话算数。孟凡赢了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既然您说孟凡无罪，一切自然全凭您定夺，属下绝无半句怨言。诸位听命，我以蜀山副宗主之名宣布，孟凡无罪。此事就此作罢，再有下次，我定将你追责到底。是。孟凡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这悟剑的天赋，早晚有一天是我的。看在你为宗门立功的份上，即日起，破格将你收入我门下，成为亲传弟子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真的成了柳延平的弟子。弟子孟凡拜见师父。客气什么？既然如此，就随我回内门居所吧。这是入内门的令牌，我还有所事，你拿着它进去自行修炼就好。弟子遵命。哇，这地方简直是世外桃源，比那个偏僻的剑阁强多了。果然是内门弟子，剑气都比他人强得多。看来我在此练剑，必然能有所提升。孟凡，这是你能来的地方？您是哪位？这位是萧烈师兄，是柳副宗主座下的大弟子。我认识你，没记错的话，几个月前的入门考核上，你是全宗门倒数第一。这位同门，俗话说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告诉你，想成为柳副宗主内门弟子，至少要有真武境水平。我观你身上灵气不过炼气中期，你怎么可能成为内门弟子？哎，我知道他是击退了昆仑挑衅的狂徒，才被柳副宗主收入门内的。什么？不过是运气好，侥幸取胜罢了。我看师傅就是被他一时的表现蒙蔽了双眼，才会做出如此不合规矩的决定。萧师兄，如果我说我能给柳副宗主指点剑术，那我有没有资格入门？大胆！师傅的碧海潮生剑岂是你能议论的？既然你敢口出狂言，我们就来比试比试。去，把宗民禁地中的封印的那把剑取来。师兄，这不好吧？师傅说了，任何人都不能碰。我说让你去你就去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此剑名清寒渡影，已尘封数十年。规则很简单，悟通此剑者获胜。若你输了，就立刻滚出宗门，再别让我见到你。倘若我赢了呢？那这亲传弟子之位就归你，我认你当师兄。你先来，别显得我欺负人。奇怪，这剑的品质虽然不高，萧师兄，此剑或许有蹊跷，能不能换一把？悟不出就悟不出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看我的！此剑名为清寒渡影剑，虽为中品良剑，但独有一流功法，可让使用者灵力在短时间内暴涨数倍。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御剑天赋。不愧是柳延平的大弟子，果然有些实力。好强的威力！萧烈师兄太强了，这才是我们内门亲传该有的实力。等会儿，萧烈体内的灵气为何如此紊乱？这剑虽然能使灵力暴增，但会反噬使用者自身功力。
再这样下去会失控。这剑有大问题，快扔了它！有什么不对劲的？怕不是你自己悟不透这把剑，不想丢脸，才在此危言耸听。哎，萧师兄的动作怎么乱了？是我看错了吗？看吧，你的灵力过度暴涨，马上要失控了。听我的，立刻放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介手下败将，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？况且这等神兵在我手中如臂使指，听话至极。不信的话，我再给你演示一下，看我如何斩断此石柱！怎么回事？剑气怎么彻底乱了？大家别慌，我控制得住。完了，孟凡说的竟然是对的，这剑真的失控了。主人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已悟通此剑，说不定还能控制住它。不行，这剑的灵气过于紊乱狂暴，若您强行压制，轻则灵气溃散，重则灵根尽毁。人命关天，就算有风险，我也必须出手。小心，小心！给我定！竟然能硬扛清寒渡影剑失控的剑气，孟凡的实力远在我之上。主人，您还好吧？主人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……抱歉，师傅，弟子不是故意贴在您身上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浑身疼痛难忍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？小心点儿，你因为强行控制清寒渡影剑，被他的剑气重伤。你现在不仅肉身受损，就连灵根也被冲得千疮百孔。你的灵气正在顺着这些裂隙溢散，若不及时补救，必有性命危险。那该怎么办？这是定心丹，由我的灵气炼化，服用后可以为你提供灵气，暂时保你灵根稳定。多谢师傅。谢我干什么？该让他们感谢你才是。感谢孟凡师兄救命之恩。师兄，孟凡师兄，是我狂妄自大，从今往后您便是师傅的亲传弟子。我等内门的大师兄，我等参见大师兄。萧烈，起来吧！你违反内门规矩，罚你禁闭3月，闭门思过，悔改自身过错。遵命。可恶，已经严重到握拳都不行了吗？别急，定心丸只能保你不死，但无法治疗。你贸然发力，很可能让灵根再度受损。可我总不能一辈子拿不起剑吧？师傅，您可有修补灵根的功法？有倒是有，不过需要取一样秘药，只是此药乃独门秘方，不能随意示人。这样，你随我来。师傅，取药不该去药房吗？为什么要来您的卧室？您说的秘药在哪儿？我就是。我听说，天赋越高的弟子，体内灵气便越精纯饱满，品尝起来滋味一定很不错。师傅，你要干什么？您不是要给我治病吗？是啊，我要用的是双修法。双修法？难道是我想象中的那样？师傅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双修互补，灵气交融，你我2人都会大涨修为，你的破碎灵根也能借此重铸，一举两得。柳延平，你这狐狸精怎么能趁人之危？快放开我主人！这么突然吗，师傅？虽然您的确是绝世美人，但我一点经验都没有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少废话，双修这种好事等不得，直接来。凝神静心，安神定气，想象体内灵气如潮水般流转，从我的指尖流入你体内。师傅，双修就这？只是传递灵气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感觉到了，力量在恢复，体内的灵气也逐渐流畅运转，看来很快就要恢复了。孟凡，你休要心急，我这双修法只是修补了你灵根表面的裂纹，若要彻底修复，还需另请高明。还请师傅指点。蜀山竹海秘境隐居着一位林老，他是宗门的老一辈长老，独创了凝神聚灵剑法。这套剑法能疏析灵根本源，拔除顽疾，或许他可以帮到你。怎么了，主人？此处的灵气为何如此奇特？我明明没来过，却觉得如此熟悉。主人小心！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绝尘剑的灵气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是谁？是谁想袭击我主人？你给我出来！主人，
在那边。飞羽剑法，灵气怎么忽然消失了？哼，想偷袭，让我看看你是何人！奇怪，与我如此相似。偷袭我的人，竟然是我自己！为什么这里会有另一个我？主人，这怪物不仅模仿了您，连他手中那把剑都和我一模一样。就算你能模仿赤月剑，你能模仿这柄剑吗？为什么他不仅能模仿我的招式，还每一项都比我更胜一筹？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？主人，您的灵根刚刚修复，再耗下去，您的灵气要用尽了。有了，红锦，等会儿我贴近他的时候，你就释放残月诀。不行，以您现在所剩无几的灵气，释放完残月诀，会连动都动不了的。既然我会动不了，那模仿我的他，不也会耗尽灵气吗？残月诀，我还是败了吗？定心丹能短时间内弥补灵气，你虽然比我略强一些，但终究用着和我一样的杂品灵根，和柳延平的丹药相比，差远了。找到了，红青，随我来。是何人来打扰我的清修？您就是林老吧？晚辈有一件事想请教。晚辈与您素未谋面，为何要对晚辈痛下杀手？你遭遇的可是那竹林间的人偶？那是我在这竹海秘境中布下的聚灵阵法，所有闯入的陌生人都会遭遇这阵法的抗拒。它产生的不是其他人，正是闯入者的心魔。你能战胜自己的心魔，还能顺着灵气脉络找到这里，倒是有几分剑道底子。说吧，所谓何事？晚辈灵根有顽疾，如今炼气境9层，却无法突破至真武境。听闻您的凝神聚灵剑法能根治此伤，特来启教。来吧。不行，你这杂品灵根不仅根基不稳，还受过一次重伤，即使拔出顽疾也难成大器。是谁引荐你来的？是我师父柳延平，我是他的内门弟子。既是柳延平的弟子，我便给你一次机会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的凝神聚灵剑法对天赋要求极高，就连宗门当年的天骄都用了100日才入门。我给你3日时间领悟其中剑道，若能入门，我便助你；若是不能，永生不得再踏足竹海秘境。多谢林老成全，晚辈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这剑法不仅需要精准掌控灵气脉络，更需要的是真正战胜自己的心魔，从而突破瓶颈。又是你，我可不会再害怕你了。除煞。所谓悟剑，不只领略功法，更是将灵根气脉与剑气相统，与剑意为一体。凝神聚灵，以气御剑，以剑固根，从而剑道通神。所有招式和脉络，我已经全部掌握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不过悟了半日，竟然能完全突破心魔障碍，掌握了剑法精髓，这简直是万中无一的剑道天才！好剑法，好剑法。林老，晚辈刚才试着打了一套功法，不知是否合格，能否入您的法眼？柳延平果然没有看错，你果然有万中无一的御剑天赋。你只用了3日，驾驭程度就已在我之上。林老过奖，晚辈只是刚刚入门，还请林老再给我些时日练习。不必了，你的剑道天赋异于常人，亘古烁今，只有经历实战才能融会贯通。我体内的灵气从未如此通畅，不仅顽疾被修复，灵力也暴涨。有了凝神聚气剑的功法加持，我终于突破至真武境了。
主人，这岂不意味着您可以踏入剑阁第3层了吗？是啊，多谢林老点化，才能有此提升。我不过是点拨一二，不过你切记，身怀济世之才，更当负苍生之责。你好自为之，不要辜负这绝世天赋。弟子谨记林老教诲。果然，每上一层，灵气就要浓好多倍，不出3年，我就能登顶剑阁。好凉。此剑一看就绝非凡品。此剑名曰太阴凝华，由月华之力灌注，乃上古阴属性至尊神剑。只是此剑甚是寒冷，无法长久持用。红青，不如先把它放在这里。红青怎么突然回去了？难道是被其他剑的剑气压制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怎么这么多妖兽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？不好，这些妖兽是朝着宗门核心区域方向去的，宗门有危险，我得去帮忙。萧师弟，孟凡师兄，快逃！这些妖兽太强了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这些嗜血的畜生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惨月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剑气呢？红青，怎么没反应了？不好！孟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有跟着其他人去避难吗？师傅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些妖兽又从何而来？他们是蜀山地下的妖兽，原本被镇压在锁妖塔下，可如今天降灾厄，锁妖塔的封印不知为何被破坏，锁妖塔根基崩溃，镇压千年的妖兽尽数出逃，蜀山很快要变成人间炼狱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为师定会护你周全。小心！师傅！该死！为什么偏偏关键时刻掉链子？我剑道通神的天赋明明还在，可为什么就是感知不到剑气？难道我真的要葬身于此了吗？等等，这巨蟒身上的妖气为何与剑气相仿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些变故如此突然，红旗也无法回应我。你的障眼法被我识破了，剑道通神。你竟然能看穿我的幻境！你把我主人怎么了？哟，这么快就醒了。初次见面，我叫洛月瑶。你是太阴凝华剑中的剑灵，剑灵不都没有形体吗？太阴凝华剑乃上古月华孕育而成的至尊神剑，我虽被封于剑中，只靠这其中的月华之力便可重塑肉身。倒是你，一个杂品灵根的守剑弟子，竟能看穿我部下的幻境。剑气和妖气我还是能区分的，你即使虚构了妖兽，也无法掩盖太阴凝华剑独有的剑气。有点意思。既然你能悟剑，你可知我为何会被封印在此？为什么我根本看不透它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曾是宗庙内的神女，自幼天赋异禀，拥有预知神识，可预测天象，也通晓时令节气。可那些心虚之徒害怕我能窥见未来的神识，揭穿他们的谎言，便诬我为不祥之物，将我封印在此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些灾难都是真的？没错，你我神识相通，我便能将看见的未来传递给你。3个月后，锁妖塔的封印会崩塌，塔中镇压的上古妖兽会倾巢而出，会一分不差的降临。此事关乎整个蜀山的生死，我现在就向柳延平禀报。没用的，锁妖塔中皆是上古妖孽，妖力滔天，当年是靠诸神联手才将其封印。
就算是化神境巅峰的修士，也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那该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等着被妖兽屠戮吧？在剑阁第5层藏有一柄镇妖剑，此剑是1000年前的一位大成境仙人以数万妖族血肉炼化而成。此剑专转妖族血脉，是唯一能对抗上古妖兽的至宝。可惜那镇妖剑嵌在一块补天石中，千百年来，无数人都曾尝试取剑，却都因剑道天赋不足，无法将剑从补天石中拔出。你剑道的天赋异于常人，或许是唯一能拿起镇妖剑的人。剑阁5层，按照修为的境界，那我只要达到凝丹境就能登上去。说的轻巧，实话告诉你，凭你杂品灵根的天赋，想要靠修炼突破到凝丹境，至少需要1万年。这么久，那岂不是根本没机会？的确，除非你能洗髓伐脉，让你这杂品灵根脱胎换骨。洗髓伐脉？蜀山外有一处灵域，10年一开，其中有名为洗髓伐脉丹的至尊灵药，服用后可彻底改造灵根，让你的修炼速度提升1000倍万倍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灵域。洛月瑶，既然你对灵域如此熟悉，你可否与我们一同前往？奇怪，为什么还是拿不起太阴凝华剑？忘了告诉你了，即使我对你的天赋很满意，我也不能为你所用。为什么？月华乃太阴灵气，若女修接触，可滋润灵根，将太阴之力融会贯通；可若男修强行使用，不仅会适得其反，还会被其中的月华之力反噬，修为俱毁。幸亏我没强行拿起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可若没有你太阴之力的帮助，我主人别说取得洗髓伐派丹，可能连进灵域的资格都没有。带上它，有这枚玉佩就够了。这是……若进不去灵域，就把此物交给一个叫傅修的人，他只要看见，定会放你进入灵域。至于其中妖兽，我和我的神识都相信你。多谢相助，他日我寻到合适女修，定会助你认主，待你重见天日。孟凡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你是何人？来干什么的？我是蜀山弟子，想进入灵域寻宝。先去那边神碑测一下实力。我没看错吧？他竟然能让神碑发出金光，难不成是天赋异禀的隐士高人？我当是什么高人呢？差点被你骗了。区区真武境修为也敢来，想进灵域，最低都是天元境后期的修士。你这点实力，进去给妖兽当点心都不够塞牙缝的，赶紧离开，别在这里碍事。无妨，生死由我自己负责，还请二位通融。你当这里是你家，想进就进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到不了天元境也别想进。那还烦请您把此物交给一位叫傅修的人，就说蜀山弟子孟凡来见。傅修，你一介真武境修士，如何知道灵域统领的威名？难不成你是傅统领的好友？我并不认识他，只是一位朋友引荐，让我把这枚玉佩交给他。不认识还敢直呼其名，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可知傅修是何人？他可是灵域统领，隐神境后期大能，是你想见就见的。他是什么身份，与我无关，我只要您把此物带给他，拜托了。也罢，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就把此物带给傅统领看看。但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要是被傅统领怪罪下来，我们可救不了你。什么事？打扰您了，大人。有个蜀山的弟子想硬闯灵域，我们不许，他就拿出这枚玉佩，说要给您看。您说这种无礼之徒该如何处置？此物可是月华玉佩？这我也不知道，那人也没解释。我苦寻多年，如今终于找到他了。快，带我去见那位蜀山弟子。统领，就是此无礼之徒，他不仅想强闯灵域，还直呼您的姓名。住嘴！这是我的贵客。道友，这月华玉佩可是你的？不，我只是蜀山剑阁的首剑弟子。此物是剑阁中太阴凝华剑剑灵给我的，您和他认识？恩人，您还活着，请受我一拜。傅统领这是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傅统领年轻修炼时，曾因走火入魔，摧筋断骨，是神女洛月瑶出手相助，他才捡回一条命。可惜若干年前，洛月瑶被封于剑中，自此杳无音讯。洛神女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您持有她的信物，就是灵域的上宾，您可任意探索。若是遇到麻烦，只需催动玉佩中的灵气，我定会全力相助。多谢。等等，怎么了，主人？有妖兽？不，是人类的灵气。出来吧，有什么事当面说。
孟凡，这么巧，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。你们是昆仑剑派的弟子，找我什么事？当然是找你算账了。我与诸位素未谋面，无冤无仇，何谈算账？少给我装傻！当初你在蜀山擂台斩杀我昆仑师兄，囚禁我昆仑长老，让昆仑剑派丢尽颜面。如今可算让我们找到复仇的机会了。擂台之上刀剑无眼，况且是你们昆仑弟子上门挑衅在先。我来灵域是为寻药，不想与你们争执，让开。你想干什么？灵域人迹罕至，就算杀了你，也没人能区分是人还是妖兽所为。你休想安然离开。江破月和墨渊的下场你们都看见了，别逼我动手。我承认你的确有些实力，但刚才神杯的播报我们都听见了，你不过是个真武境的修士。当初是在你们蜀山的地盘上，你肯定是用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功法，才侥幸战胜了我昆仑的人。如今你孤身于此，还敢如此嚣张？今天就让你知道昆仑弟子的厉害！主人，这仨人明显是半吊子，为什么不对他们下死手？他们三个虽有天元境修为，但和墨渊相差甚远，就算能杀，也会消耗我的灵气。更何况我留他们还有用，只需将他们击退即可。师兄，这小子剑术是不一般，他防得密不透风，我们3个人都攻不进去。怂个蛋！现在跑了，岂不是证明我昆仑剑派天元境的弟子，连个蜀山的真武境废物都打不过？没错，3对1，优势在我，我们上！啊，什么动静？啊，是巨狼妖，快跑！不好，巨狼妖总会成群结队出现，我们被包围了。这些巨狼妖都是5阶以上的妖兽，还有这么多，我们只能等死了。残月诀，再敢靠近，你们的下场和他一样。孟凡，我们对你如此恶劣，为什么还要出手救我们？举手之劳罢了。灵域凶险，我独自寻药恐遭不测，还需他人相助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女人在呼救，快看那边！救命！我被妖兽袭击了，谁来救救我？姑娘别怕，我们来救你。是何方妖兽敢伤人性命？今日定要除了他。姑娘，有我们在，你不必惊慌。不对，他周身无半分人类灵气，经脉里全是妖力涌动。更何况那几只巨狼妖已经逃窜，这周围再无其他妖兽气息。他在撒谎，离他远点。他是九尾狐妖假扮的，他故意装出如此可怜模样，就是为了迷惑修士。待你们放松警惕后，吸食精血灵气。孟凡，你别在这里胡言乱语。这姑娘都被吓成这样了，你还如此污蔑她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我看你是见这姑娘没扑到你怀里，你才想编造谎言糊弄我们。你这种人，真是修仙界的耻辱！少废话，谁像你们这般不务正业？此女乃妖兽所化，我必须立刻处决。没错，不然连你们一起砍了。哥哥，你们真的容不下我吗？只要您愿意收留，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别怕我的小心肝儿，有我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孟凡，你要是敢对这位姑娘动手，我们今日就联手收拾你。你们这群蠢货真是油盐不进，连被偷灵气了都察觉不到，妖物休要猖狂！今日我便斩了你，免得你再害人性命。御剑术！孟凡，你胆敢当众屠戮平民百姓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没错，我昆仑乃名门正派，绝不容许你这种恶人存在。老子孤寡了30年，好不容易碰一次女人，手都没捂热乎呢。孟凡，我跟你拼了！且慢，你看看你怀中是何物？竟然真的是狐妖！多亏孟凡兄及时出手相助，否则我等被这九尾狐妖所骗，恐怕已经成为他的养料了。是啊，孟凡兄屡次救下我等性命，以德报怨，我等实在感激不尽。为报答孟凡兄的救命之恩，我等从今往后听凭孟凡兄调遣。
今后听凭孟凡兄调遣。我略施小计，就化干戈为玉帛，凭空多了3个帮手。实不相瞒，我要寻一味洗髓伐脉丹，但我对灵域知之甚少，你们可知此药踪迹？我倒是有听长老说过，灵域之中数一处雷灵洞天至宝最多，或许您要的洗髓伐脉丹也在那里。只是什么？只是那雷灵洞天有凶兽紫雷珠看守，那紫雷珠乃千百年的天神坐骑，是8阶凶兽，以我等功力，恐怕连给他塞牙缝都不够。不过我听说那紫雷珠性格慵懒，若是能趁他休眠悄悄潜入，或许真能拿到丹药。好，那就先去探探虚实。主人，找到了，这就是雷灵洞天。那应该就是洗髓伐脉丹了。可这悬崖足足10丈远，该如何渡过？孟凡兄，你瞧好了！孟凡兄，请走。没事，我能处理。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。我这剑法可平息元素功法，孟凡兄，你可放心取丹药。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拿到了。不！我的剑法虽然能克制他的雷电元素之力，但他8阶凶兽的妖气实在太强了，我根本伤不到他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他掌控雷电元素之力，寻常剑法无法破防，必须找到他的弱点。凝神聚灵，找到了，这下就简单了。朝我这儿跑，把紫雷珠引过来。好，其他人退后，我来对付他。畜生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紫雷珠，其人之道，元春剑。连8阶紫雷珠都能降服，孟凡兄果然不是一般人。我就说当年擂台上孟凡兄是凭实力赢的吧。这就是洗髓伐脉丹了吗？没错，主人，我观其灵气，应该就是它了。好精纯的药力，我的灵气确实在暴涨，浑身的筋脉仿佛都被疏通了。不过主人您别心急，这洗髓伐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，还需7日不间断运转功法，才能彻底洗髓伐脉，重塑灵根本质。孟凡兄，你有此等实力，打穿整个灵域不成问题。您还想要什么宝物？我等都竭诚为您服务。我只要这洗髓伐脉丹，这雷灵洞内的其余珍宝就都归你了。不对，那紫雷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还有妖气？妖气是从这边传来的。红琴，我们去看看。这是……主人，这灵域几百年前曾是人类村落，直至被妖兽入侵无法控制，只得由各大门派围堵迁移，建成灵域。但灵域方圆100里，难免有几户遗落的人家。有血腥味，还有人类的灵气，看来这家已经被妖兽残害了。走，去看看。主人，您还在洗髓伐脉，一定要小心使用灵气。孽畜，想逃！主人，他叼着的是个孩子，好像还有气息。不好，再拖延片刻，他必死无疑。怎么回事？主人，这小姑娘的灵根不太对，不能再救了。她不仅身受重伤，还灵脉尽断，强行救治会大幅折损您的寿元。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在这里，哪怕耗损寿元，我也要救她。除异剑，以我寿元为祭，续接灵脉。哥哥，谢谢你救我。师傅，我怎么又昏迷了？主人，你昏了整整3天，一度连灵气都感知不到了，我都差点以为……你在灵域为了救人耗损大量寿元，灵气枯竭才昏迷不醒，是红旗把你带回来的。灵域，那个救下的小女孩怎么样了？
他还活着吗？主人，你干嘛对他那么上心？那孩子情况比较特殊，我怕蜀山接纳不了他。放心，他的灵脉已经完全修复，身体也调养好了。他叫阿荣，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。可惜我们赶到时，他的父母都已被抱妖杀害。阿荣年纪还小，不能把他留在灵域内。我便和副统领商讨后，将他带回了宗门。我已经安排妥当，把他送到山下镇上的私塾读书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去看看。好啊，他们私塾在哪儿？我去接他。哪里来的野丫头，也配进我们私塾？一看就是没修为的凡人。这挂件倒有几分灵气，不如送给哥哥玩玩。质地倒是不错，还有点罕见的兽系灵气，落在你手里可惜了。送我吧。把护身符还给我，那是我家人留给我的唯一念想，求求你们了！还给你，有本事你就自己来拿嘛！求求你把护身符还给我！想要回护身符，可以啊，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赏给你。你们这些坏蛋欺人太甚，我要给先生告状！小小年纪就知道告状，长大了不得当宗门的叛徒？告诉你，我们是蜀山的外门弟子，就算是先生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敢告状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住手！给我放开阿荣！你谁啊？敢跟老子指手画脚？瞧你这身打扮，不像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赶紧滚开，否则老子连你和这死丫头一起教训了。阿荣，他们刚才对你做什么了？哥哥，他们抢我护身符，逼我下跪，还说他们是蜀山的外门弟子，就算是先生也管不了他们。你们身为蜀山弟子，不修身守正，反倒欺凌弱小，抢夺孩童遗物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我们只是想和他玩玩，又没做过分的事。再说了，你算老几？凭什么对我们吆五喝六的？就是告诉你，我们不仅是蜀山弟子，还是镇上皇地主家的孩子。你什么身份，敢惹我们？我叫孟凡，是剑阁守剑弟子。守剑弟子，原来是个看大门的。你一区区杂役也敢在我们面前摆架子？告诉你，我们虽然年龄没你大，但天赋异禀，如今已经是炼气中期的修士。论实力，你这破杂役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无论什么出身，都能管教你们这些目无门规的败类。先让你尝点苦头。飞羽击！这是什么剑法？怎么忽然就打到我了？别纠结这些了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快跑吧！跑这么慢，是不是想留下来和姐姐玩玩啊？敢欺负阿荣，你对他做的事，我要100倍奉还。少公子，今天怎么放学晚了？快上车，别让黄老爷等急了。回什么家？老二被人欺负了，你立刻去蜀山找我师傅，就说他徒弟要被恶霸打死了，让他快点来救场。是，少公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也教训够了，我们走吧。慢着，看大门的，你打了人还想走？哪有这种好事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去叫我师傅了，他马上就来。没错，我师傅可是蜀山内门弟子，修为极高，你就等着被收拾吧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师傅是什么人物。师傅，就是这恶霸打伤了老二，求您快替我们做主啊！是谁敢这么嚣张？今日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嘿，萧烈，好久不见啊！弟子萧烈见过师兄。萧烈，你才从禁闭里出来几天呀，就收了这些弟子？你的弟子不仅在我面前肆意滋事，还霸凌我妹妹。你这次来，难道要包庇他们与我为敌？大师兄，您误会了，是属下管教不严，惊扰大师兄与阿荣姑娘，还请大师兄降罪。萧烈绝无半句怨言。管好你的弟子，再敢滋事，休怪无情。师傅，你叫他大师兄！你们两个败类，给我闭嘴！目无门规，欺凌弱小，即日起给我逐出师门，以后别再叫我师傅。谢谢哥哥替我解围。萧烈这2个弟子着实差劲，也不知养来干嘛的。主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收徒也是提升功法的一种方式。您在柳副宗主的演武场练功，增长的灵气也会留在演武场，从而间接让他也得到提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也收个徒弟，就能以双倍速度提升功法。阿荣，我的确会帮你，但你想一辈子都被别人欺负吗？阿荣不想。那你愿不愿意当哥哥的徒弟？我给你传授功法，让你慢慢变强，再也不被别人欺负。阿荣愿意。哥，师傅，你带阿荣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剑乃护身之物，为师精通剑道，当然也要给你选一把称心的剑。你放心，这剑阁内的剑我替你排查了一遍，你可以随意挑选。阿荣，不能上楼！等等，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可能是因为阿荣姑娘一直生活在灵域，
体内灵气充沛，不会被剑阁的楼层限制。主人，我们也快点跟上去吧。可恶啊！凭什么只有我的起点那么垃圾？师傅，这把剑好漂亮！小心，那是太阴凝华剑，里面灵气极为充沛，连我都难以完全驾驭。你碰了说不定会很危险。这孩子的天赋竟然比孟凡还要强，毫无修炼痕迹就能拿起太阴凝华剑。孟凡，你还真带了个有意思的小家伙过来。他不懂事，我想为他找一柄护身剑，你有何建议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这太阴凝华剑入不了你的法眼吗？不，只是他年纪尚小，又无修炼经验。怕什么？这孩子根骨清奇，天生清河月华之力，是万年难遇的阴属性剑道奇才。小家伙，我叫洛月瑶，是这把剑的剑灵。你喜欢这把剑吗？阿荣喜欢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主人。这柄太阴凝华剑也由你御使。这就成功认主了？没有试炼，没有折磨，这么快就认主了？那我之前经受的痛苦又算什么？主人，我只能说人与人的天赋不能一概而论。师傅，我这把剑到底有多厉害呀？这可是上古神剑，只要你能引动其中的月华之力，便能打出斩妖破邪的强大剑气。就算是引神境修士，正面挨上一下都吃不消。阿荣还没系统练习过，催动剑气的事，还是等日后为师慢慢教他。不是吧？这种级别的剑连我都需要领悟半日，他直接挥剑就成了。主人，阿荣姑娘果然有天赋，这才刚挥剑几下就能把灵气反馈给您，让您晋升至真武境3层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不行，就算有提升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人人都知道我是靠徒弟晋升的软饭师傅？剑法不是只靠天赋就行，实战才是硬道理。有本事跟为师比划比划！我的天，还真敢答应啊！我这要是输了，未免太丢人了。阿荣，试剑堂上以剑论道，为师会拿出真武境的真实实力，你务必小心应对。好。小步太浮，发力太僵，月华剑气要跟身形配合，不是乱挥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还是我的剑道通神更胜一筹呀！孟凡师兄果然是认真教导，阿荣姑娘虽然天赋强，但经验还是差太多了。看到没有，剑法讲究先手后攻，以逸御剑。今天练的差不多了，你回去慢慢悟吧。红衣，你干嘛？收手就行，没必要再释放灵气欺负阿荣了。不是我啊，师傅，是阿荣，他又给你传递灵气了。您现在已经到真武境5层了。难不成他已经？师傅，我学会了，让我再试试。主人，这月华之力虽不致命，但会折损剑灵的灵气。我先跑了，您自求多福。我的天，孟凡师兄被这小姑娘一招击败了。孟凡师兄的功法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，这又是哪来的绝世天才？难道是下一个女剑仙？师傅，您是不是为了让我故意不躲开呀？不是吧，这是什么妖孽般的天赋啊！抱歉啊，主人，我刚才真的不躲不行。阿荣姑娘的天赋甚至在您之上，您不如跟她学几招，说不定会有提升呢。开玩笑，我要跟一个刚拿剑的小姑娘学功法，更何况我还是她师傅。这关乎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，就算我卡在这儿，一辈子晋升不到凝丹境，我也不会跟他学一招一式。师兄，要屏息凝神，气沉丹田，想象灵气在体内运转，才能将一切功法融会贯通。师傅，这是感觉是境界的桎梏被冲破了，洗髓法脉还没完成，我竟然直接破入天元境了。主人，我就说跟阿荣姑娘真能学到东西吧。红旗姐姐过誉了，是师傅天资聪明，一点就通。怎么感觉被自己的徒弟这么夸，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呢？但无论如何，我终于可以登上剑阁4层了，离拿到镇妖剑又近了一步。孟凡，剑阁4层藏着一柄神剑，名曰太上绝情，此剑剑气极为古怪，还请赐教。据我所知，此剑与其他剑来历不同，我们其他大部分剑都是被迫封印于剑阁，只有此剑是其中剑灵主动封印于此的，你务必小心。多谢提醒。主人，洛元瑶说的是这把剑，的确很奇怪，明明剑气很强，却并非灵气或煞气，更像是一种欲拒还迎的气息。正常，剑阁越往上，特殊的剑也就越多。我如今既然已经得到了进入4层的资格，自然不惧这些。无论是什么剑，先让我先悟一悟再说。主人，您说词啊，为什么卡住不动了？哦，
懂了，肯定是又陷入幻境了。主人，这次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您是已经悟通了吗？不，我是被这剑的剑灵直接秒杀了。主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剑中的剑灵精神貌似不太正常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一眼望去，除了黑白色什么也没有。这剑灵也是够奇葩的。钱旭哥哥，是你来了吗？钱旭，你认错人了，我蜀山弟子孟凡。3个月后，蜀山锁妖塔会崩溃，您可否借我一臂之力，突破宁丹境，登上剑阁第5层？你是蜀山的人，那你认识钱旭吗？他人在哪？什么时候来找我？没听说过，不过无所谓。这剑阁中被抛弃的剑海了去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旭哥哥说过会来找我的，他一定会来，你一定在骗我！喂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这么激动。给我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骗子！这剑的气息彻底收敛，我即不用剑道通神，也什么都看不透。主人，有些剑灵会故意藏匿心境，或许换个方式能感知到真相。你的意思是？钱旭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突破真武境？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守卫蜀山了。会有这一天的，只是罗师尊今日说我天资一般，若没有外力加持，恐怕天元境就是我的极限了。除非你愿意帮助我，只要能助你提升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听人说，若将有功法的人化为剑灵，注入剑中，就能为修炼者提供双重修为。我有点心动，不过你放心，等我攻成，一定带你出来，为你重塑肉身。我愿意。原来如此，让我再试一次。钱旭哥哥，是你来了吗？你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吧？你这个骗子怎么又来了？我已看透你的身世，你是被人欺骗，才被封于剑中长达20年之久。我虽只有天元境的修为，但只要你认我做主，我有能力解除你的封印，帮你重见天日。不，钱旭哥哥不会骗我，你不准再污蔑他！他答应过我，只要当上宗门长老，他就会回来。钱长老，难道是他？主人，怎么样？您还好吗？红七，你在蜀山待的时间久，你知道钱旭和钱乐池是什么关系吗？20年前，剑阁的确有一位守剑弟子叫钱旭，怎么了吗？余生晚和这个钱旭是青梅竹马，是他亲手把他封印在这把剑里，但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。那钱旭早已杳无音讯，余生晚却执念太深，恐怕我完全驯服不了他，只能再想想办法了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孟凡，我听说你已突破天元境，特来寻你。此外，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前些日清玄真人回来了。清玄真人？他是蜀山的宗主，是和主人您一样天赋异禀的青年才俊，不过30多岁就悟通上万柄剑，成为了化神境大能。果然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但弟子还是不知清玄宗主回来和弟子有什么关系。宗主此次外出寻仙访道，是为探寻更极致的剑道。如今悟道归来，自然要将剑法传授于年轻人，因此他决意召开宗门大比，选拔宗门精锐。宗门大比，的确，若能得到清玄宗主的真传，我的实力肯定能再强上一大截。但以我目前的实力，并不能十拿9稳。师傅，我愿意参加，只是我最近修炼遭遇了瓶颈，若境界不足，会不会遭清玄宗主嫌弃？放心，你可知此次大比冠军奖励1枚飞升石？那可是100年一遇的宝物，使用后可使修士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。没错，只是这飞升石要求颇多，不仅要求上品灵根才能服用，而且只能突破化神境以下的境界。这不就是专门为我提供的至宝，简直天助我也！师傅，我现在就去报名。宗门大比，参赛最低修为真武境，不合格者一律不予报名。终于有一次测试能达到合格标准了，来吧，我乃剑阁守剑弟子孟凡。什么情况？主人，这才过去几天，你洗髓伐脉还未完成，灵力不稳，才测不出准确值。灵力紊乱，无法精准测定。
不合格，不能报名。我真的是天元境，你再等2日，我就能证明给你看。抱歉，报名还有半日截止，若无法证明您有资格参赛，就请回吧。偏偏在节骨眼上掉链子，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飞升石从指缝间溜走吗？哥哥，这是专门留给你的。他能不能参赛？哎，不行不行，理论上没有年龄限制，可这么小的孩子能有什么灵力？你快带他走，别在这里胡闹了。他可不是普通孩子，你让他测一下就知道了。这是多么夸张的灵力，神杯直接被撑爆了。你说他有没有资格参加？当然可以，我这就给您登记。哥哥，我要参加的是什么比赛呀？宗门大比，通俗一点讲，就是和别的弟子拿剑打架。打架？阿荣不敢打架，阿荣怕受伤，可不可以不参加？我的姐啊，就凭你这天赋，打那些宗门新锐恐怕跟抽陀螺一样轻松。你喜欢吃糖葫芦吗？只要你愿意参加，这个月啊不，这1年的糖葫芦，哥哥都给你包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打架？阿荣这就去练剑。好大的场地，光走安全通道就用了1个多时辰，不愧是蜀山宗主亲自举办的宗门大比。只是此次竞争，恐怕也要更加激烈。希望阿荣姑娘一切顺利。本届大比规则如下：所有挑战者进入外围迷宫，收集散落的剑印，集齐5枚，便可开启通往创界山的密钥。最先登上山顶夺取此枚至尊剑印者，为本届大比第一。不是，这不是宗门新锐大比吗？怎么还有个剑都拿不稳的小娃娃？这不是让他送死吗？是啊，这迷宫内机关陷阱密布，看他那样，估计走不了几步就要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了，简直是胡闹！有没有人管管？不知道雇佣童工犯法吗？主人，阿荣姑娘真的能行吗？放心，阿荣只是在准备，很快就会让那些人瞠目结舌。主人，这迷地内的陷阱机关已为您全部探清，您顺着灵气就能找到散落各处的剑印。好。啊，我没看错吧？这小姑娘刚才还一脸茫然，怎么现在这么猛了？能来参赛的都绝非等闲之辈，我们还是安静看吧。啊！这小姑娘虽然有点天赋，但对面是何师兄。何师兄可是天元境高手，这小姑娘看来凶多吉少啊。不行，这是阿荣先看到的。阿荣拿够剑印进入创界山，就吃不到糖葫芦了。既然你这小娃娃如此狂妄，我就给你点教训尝尝。怎么比师傅挥剑的速度还慢？大家都是在让着我吗？我的天！一招就秒杀了天元境7层的师兄，这小姑娘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是一个小孩的剑意，好冰冷，好强大，根本不是小孩子能拥有的实力。这小姑娘的天赋简直逆天，肯定是本届大比的黑马。小娃娃，你不乖乖把剑印交出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姐姐饶命！小娃娃，老夫练剑50余载，还从未有人敢抢我的东西。我的剑印！主人，这创界山林中灵气浓郁，很可能有凶兽埋伏，请多加小心。这小姑娘爬这么慢，是怎么进来的？别管她，咱们快点上去。是狐妖，快跑啊！这狐妖可是9阶妖兽，普通修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碰上他，阿荣姑娘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主人，阿荣姑娘有危险，我要不要出手去救？不怕，我相信阿荣。乖，姐姐还有事，你去别处玩吧。阿荣这孩子的剑道天赋百年难遇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这小丫头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，若是放任成长，必成大患。好在我早已留下后手，哼，等着瞧吧。主人您快看，是阿荣姑娘，她是第一个登顶的。为什么我隐隐觉得不安呢？
是至尊剑印，赢了。我可没说这至尊剑印已经归你了。竟然是他！主人，您认识他？他是我原身的青梅竹马，那次我倒数第一的入门考核上，他是考核第1名，直接被钱乐池纳为了内门弟子。他的天赋恐怕不在阿荣之下。我听说你师父是孟凡，没想到他这种当年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废物，居然也能带出弟子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阿姨，你干嘛嘲讽我师父？敢叫我阿姨？我承认你有点实力，不过能走到这儿是你运气好。我劝你乖乖投降，否则别怪我刀剑无眼。为了糖葫芦啊，不，为了师父，阿荣才不会投降。哼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见识下什么是真正的天骄，什么是你永远遥不可及的差距。这就是宗门考核第1、内门天骄的实力吗？仅仅是拔剑的动作就能蕴含如此强的灵气？这是传说中的烈阳破琼剑，据说这可是钱长老珍藏许久的神剑。步伐轻盈，出招密不透风，他这天赋果然厉害。他连攻带防根本没有破绽，再这样耗下去，阿仁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这柄剑乃烈阳破琼剑，蕴含至阳至刚的灵气，专克阴属性功法。你的太阴凝华剑在我面前不堪一击。太好了，照这样下去，阿荣必将败于李雪柔。届时我拿到那枚飞升石，就能提升至化神境了。结束了，烈阳影，受死吧！李雪柔，你终于露出破绽了。什么？你竟然能识破？我的烈阳影施法极快，连影神境的高手都无法逃过，你是怎么躲过的？师父说的没错，你果然会出这招。孟凡这种废物怎么可能看透我的招式？你不过是运气好，休想糊弄我！看招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打不中了？我和师父神识相通，你的一招一式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烈阳破琼剑士大力沉，抓住他施法的间隙。小娃娃，你敢偷袭我，找死！李雪柔性格急躁，急于求成，若久攻不下，还落入下风，他必然无法忍耐。不想再跟你耗下去了，受死吧！烈焰焚天！就是现在，他释放完大招，灵力最稀薄，这是一击必杀的时机。还记得你悟道的剑法吗？人剑合一，释放出最强的月华之力。当然记得，来了，清辉夜凝。没用的，你的剑被我克制，你伤不到我。烈焰屏障，师父说过，要以意运剑，随心而动，随刃而行。不好！太好了，阿荣姑娘赢了！本届宗门大比，获胜者是阿荣。慢着，这场比试不算数，封天索道。钱乐池，你想干什么？钱长老，你对比赛结果有什么不满吗？宗主，您与其问我，不如问问那个孟凡，他哪儿来的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派一个妖女参加宗门大比？姓钱的，你少污蔑人！我看你就是见自己弟子没拿第一，气急败坏了。钱长老，你说这小姑娘是妖女，有何依据？诸位刚才应该都看见了，她仅凭灵气就能让那9阶虎妖归顺，这是只有兽族血脉才能拥有的能力。更何况，此女是被那手剑杂役孟凡从灵域带回的妖女，她能赢，全仰仗由妖族血脉继承的灵力。我没有，我不是妖女。钱乐池，你给我住手！阿荣这孩子是我从灵域带来的，他性格善良，天真懵懂，从未伤人，你为何要污蔑他？那我就展示给您看好了。这枚护身符乃灵域凶兽的兽骨制成，有稳定兽族血脉、维持人形的能力。诸位可一起看这妖女如何变化。天哪，她竟然有妖兽血脉，怪不得如此年幼，实力就如此强悍。
可他万一哪天兽性爆发，伤害我们怎么办？柳烟平，你身为宗门副宗主，竟然看不出这妖女的真实身份吗？柳烟平，果真如此吗？宗主，阿荣并非完全的妖兽后裔，只是拥有妖兽血脉。我当时看他可怜，才收留了他。阿荣年幼，未必知晓此事。只要稍加……他不知，他身后的孟凡难道不知？孟凡一个有前科的货，之前就偷修魔道禁术，如今把这妖女交到他手里，会酿成多少大祸？的确，无论如何，宗门大比的赛场上绝不允许妖女出现。我宣布，取消阿荣比赛资格。本场胜负作废。如此一来，我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飞升石，踏入化神境中期。宗主，既然如此，这飞升石是不是该归我前府？宗主，您这是何意？我此次举办宗门大比，就为挑选宗门青年才俊，将这飞升石送与败者，未免不太妥当。既然你们两方都想得到飞升石，不如你们再光明正大的比一场。宗主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和他再比一场？没错，明日在此地搭建擂台，你们谁赢了，飞升石就归谁。孟凡，你看如何？之前我的确不是钱长老的对手，但如今我提升了如此多，未必不能和他交手。既是宗主定下的规则，弟子自然没有意见。这不行啊，宗主！宗门大比岂容如此儿戏？况且这家伙连报名资格都没有，怎配与我同台竞技？我当初是因为灵气不稳，才让阿荣带我参赛，并非没有参赛资格。若你不信，我们可以当场再测一次。好啊，来人，再搬一块神碑过来。我承认你小子在物件方面有天赋，但别忘了，你可是最差的杂品灵根。我劝你趁早认输，免得自取其辱。孟凡，天元境9层，满足参赛资格。幸亏方才洗髓伐脉彻底完成，不仅让我体内的灵气稳定了下来，还让我觉醒了神品灵根。竟然已经到了天元境后期，说你用了什么歪门邪道？我如何修炼是我的私事，您就别多管闲事，到处打听了。这样，既然你们双方谁都不服谁，我给你们立一道夺道生死契，如何？宗主，这是何物？连夺道生死契都没见过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以各自全部修为为赌注，胜者将会获得对方的全部修为。孟凡，你敢和我赌吗？明明只需切磋即可，为什么清玄宗主要上升到生死存亡的地步？孟凡，你若敢应战，就和他一样歃血定气。不行，主人，咱不是钱乐池的对手，不能为了颗飞升石拿全部修为做赌注啊！不，我当然敢应战。明日此时，我与你一决胜负。好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倒要看看明天你是怎么死在肋上的。有趣。师父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好，暴露了血脉，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您会不会嫌弃阿荣？阿荣，其实当初在私塾，我拿起你的护身符时，就已经察觉到你的血脉来历。那为什么师父不拆穿我？因为我始终觉得有错的从来不是血脉，而是心术不正的人。我和钱乐池斗，不只是为了飞升石，更是为了给你争一口气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妖女，即使有兽族血脉，你也能堂堂正正的活着。主人，您说的倒是轻巧，可真要面对钱乐池，咱们到底有几成胜算？不到5成，他的剑气混乱不堪，气息驳杂到极点，我根本无法用剑道通神去理解和预判。那您为何如此笃定地签下生死契？你可知那夺道生死契在歃血时会留下血液主人的名字？你猜我看到了什么？钱旭。您的意思是，钱乐池就是那个把太上绝情剑关在剑阁4层的钱旭？没错，4层那些金色锁链，也与钱乐池今日释放的封天索道的气息相近。我几乎可以确定，他们就是同一个人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还不快告诉那剑中剑灵，钱旭找到了。不行，此时把太上绝情剑拱手送给钱乐池，我们就彻底没胜算了。倘若我们能让余生晚看清钱乐池的恶人本质，或许能戳破他对钱旭的幻想，
让他倒戈向我们。可你也说过，那剑灵异常执拗，根本不听劝。师傅，刚才有人敲门。没听见声音啊。速速前往前府附近的榕树林，有大事发生。这是何意？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怎么什么都没看见？师傅，今日是我轻敌了，才没能给您把飞升石带回来。没想到您不仅不责怪我，还专门把我带出来修复灵根。你是为师的亲传弟子，为师当然重视你。背过身吧，为师这就为你传授功法，修补灵根。为什么？废物就该有废物的用处，吸了你，我距离化神境就只差1步之遥。只要得到飞升石，再占据孟凡的全部修为，怕是连他清玄真人都要为我3分。主人，此物是灵髓，是修炼者修为的载体。看来那李雪柔已经被他吃干抹净了，怎么办？原来如此，他剑气之所以如此驳杂混乱，是靠吞噬同门的灵力强行堆出来的。等等，我有办法说服余生婉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是不是嫌死得太快，想被我多折磨折磨？不，我今日来是带了钱旭的消息。你说，钱旭现在叫钱乐池，他已是蜀山大长老，权势滔天，门下弟子无数，还把宗门第一天骄李雪柔收为亲传，风光无限。真的吗？钱旭哥果然没辜负我的期望，我就说他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的。那他有没有提起过我？恰恰相反，他早就把你忘了。你胡说！我和钱旭哥可是青梅竹马，他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说忘就忘？他绝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是20年前的他，人总会变的。他如今用的是一柄饕餮剑，能吞噬生灵修为、功法、灵气。他一身庞杂力量，全是靠吞噬而来。而你，只不过是他早年用来筑基的工具。你在离间我们。钱旭哥早就向我说过，饕餮剑是邪魔邪物，他绝不会碰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信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。这是他门下大弟子李雪柔的灵盒，你自己感受吧。仅凭此物，你说服不了我。此物名为折镜，是钱旭哥20年前送我的定情信物，它可参透一切。你说的是真是假，我一测便知。竟然是真的，里面全是钱旭哥的气息与饕餮剑的剑气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你在骗我！你若还执着，便杀了我，让我离开。我答应跟你离开剑阁，去看看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。本届宗门大比最终决战正式开始，有请参赛双方孟凡、钱乐池。我觉得孟凡师兄赢不了，他就算再有天赋，也才天元境，对面可是隐神境9层的长老啊！可孟凡师兄连破强敌，说不定真能创造奇迹。孟凡，你倒是有胆量敢站在这里，可惜勇气代替不了实力。你尽管放马过来，我让你先出手3招，免得别人说我以大欺小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01000功法，其中一点，登峰造极，残月诀。就这点本事，看来我还是高看你了。连剑灵都打出来了，钱长老这是打算直接催灵断脉往死里打呀！这么看来，孟凡师兄凶多吉少，他的实力
已经达到了半步金丹的境界。这孟凡拿什么跟他斗？哈哈哈！魔道功法，你用这玩意儿对付别人还行，对付我，你竟然连克制魔道的功法都有！你到底吞噬了多少人，掠夺了多少功法？哼，修仙者的事能叫吞噬吗？我看你两柄剑都废了，还有什么手段？既然拿不出来，你可以安心去死了，受死吧！那飞升石只能是我的。什么情况？我为什么控制不住剑了？我的功力怎么在流失？是不是你在捣鬼？中的是什么破剑？为什么我连半点气息都感知不到？钱旭，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生晚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被你锁在剑阁整整20年，每日被你的封印吸取修为，在你眼中，我到底是什么？被遗忘的工具吗？我没有忘记你，我从来没有忘。既然没忘，那这20年，你为何从未来剑阁看我一眼？我是忙于宗门事务，一直打算处理完一切就去接你。我真的准备去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骗我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吞噬同门，修炼魔功，背信弃义，心狠手辣，这副嘴脸，不正是你当年最痛恨、最不耻的模样吗？既然都被你知道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能突破天元境的根基，是我当年献祭神魂为你打下的？没了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等等，你难道想与我同归于尽？没错，若我以此剑斩断一切，便能断情断义、断缘断根，断你我一切羁绊，太上绝情，让这一切都结束吧。不，我的修为。不，我的修为，我的地位，我的权利，余生晚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聒噪！你这种败类，真是宗门之耻！孟凡，多谢你让我看清真相，了断多年的执念。此物送你，留作纪念。既然我与钱旭已恩断义绝，此物对我再无任何意义，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。恭喜你赢得大比，这是你应得的奖励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飞升石，多谢宗主。不必谢我，这枚飞升石既是奖赏，也是责任。我此次回蜀山，就是专门要将一个任务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镇妖。你想问什么就问，不必拘谨。宗主，您为何将镇妖之责交给我？其实早在5年前，我就察觉到锁妖塔的封印逐渐松动，我也曾试过使用镇妖剑，奈何良剑择主，没有被他认可。因此我近1年外出寻仙访道，就是为了寻找镇压之法。如今妖患将至，蜀山危难，幸好有你这天赋异禀的剑道奇才，我也是听柳烟平对你赞不绝口，才提前赶了回来。看来落月瑶预知的未来果然是真的。庇佑蜀山是弟子分内之事。你能有此等觉悟，的确是我蜀山的骄傲。但只有突破这凝丹境，你才能登上剑阁5层，执掌蜀山至宝，守护苍生。随着境界突破，我还获得了新的能力——助灵。达到一定境界后，我就能将体内的灵气直接助予他人，还能搭配剑道通神天赋使用。多谢宗主，弟子的境界已然突破至凝丹境，请问何时可以前往剑阁取剑？不急，你虽境界已至，但镇妖剑乃上古神兵，戾气极重，非心性与根性皆顶尖者不能驾驭。您的意思是？我蜀山有一条铁律，凡遇镇妖者，必先闯过万剑冢试炼。只是这万剑冢万分凶险，你若害怕，随时可以退出。为了守护蜀山，弟子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果然有我蜀山弟子的风骨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随我前往万剑冢。我只带你到此，顺此路进去便是万剑冢。记住，万剑冢试炼不仅考验你的剑术，更重要的是心智与根性。你只有彻底领悟剑法的含义，才能通过试炼。请问试炼需要多久才能完成？因人而异。天赋好的3、5天也能通关，若天赋差，可能困在里面3年5载，甚至永远出不来。这么久？我相信你的天赋，我回居所等你的好消息。
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毕竟，你可是我精心挑选的容器。主人，这里气氛好怪，一点生灵的气息也没有。我们没走错路吧？放心，清玄真人贵为蜀山宗主，不可能骗我们。只要继续搜寻。原来这里才是万剑冢。主人，这里的剑气好重啊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这些剑痕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而且每一道都出自不同的剑修之手。看来这万剑冢果然名不虚传。这石门后蕴藏着磅礴如海的剑气，我们尽快进去吧。什么东西？吾乃万剑中守卫，何人胆敢擅闯禁地？原来和我一样是个看门的，看来想要进入万剑冢，必须先击败你才行。这石像动作很慢，只要找到他的弱点，就能一击制胜。劈山剑法，连剑都碎了，我看你还怎么打？现在该轮到你了。主人太棒了，这么快就解决了。小菜一碟，我还以为万剑冢的守卫有多厉害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怎么没死？吾与神剑乃补天石残片所铸，体内运转五行之气，生生不息，凡间之物无法摧毁。如果打都打不死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他啊！不，我有办法了。主人，您干什么？没有剑，您更无法伤他分毫。不用剑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树灵，你想干什么？以彼之矛，攻彼之盾。这么快就找到了补天石的弱点，他比我预想的还要出色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仅仅是第一关。那万剑冢内剑气驳杂，稍有不慎，轻则神志混乱昏迷不醒，重则走火入魔，气绝身亡啊！我还是觉得让孟凡独自去闯万剑冢太冒险了。燕平，我知道你担心孟凡，但玉不琢不成器，孟凡是天选之人，只有经此历练，才能证明他的确有镇妖的资格。可若真出了意外，那就是天要亡我蜀山。放心吧，以孟凡现在展现出的能力，大概需要3日时间就能通关万剑冢。我正好利用这3天时间，去锁妖塔布置一些防御阵法。你留在这里，若有什么意外，尽快向我汇报，我去就回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主人，这里的气氛好压抑，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这里似曾相识。万剑冢是蜀山的禁地，除了历代宗主和候选的镇妖剑主，其他人根本进不来。你为什么会有这里的记忆？主人小心！这应该就是清玄宗主说的口样。还好，这些剑虽然数量多，但威力都不大，正好让我领悟其中的功法。没想到这万剑冢里竟然藏着这么多失传的剑，真是不虚此行。怎么还有一把？也罢，就将你一起降服吧。去哪儿啊？我在这里。主人，你怎么样？没用的，他的伤口不会愈合，只会慢慢流血而死。你就亲眼看着他死吧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主人？我和你拼了！不自量力！作为剑灵，你凭什么对伤害你的人类死心塌地？难道你忘了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吗？主人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是他救了我，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件工具，我不允许你侮辱他。真是可笑，他们接近我们，不过是为了得到我们的力量。等他们利用完了，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抛弃，甚至炼化我们来提升自己的修为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你的主人，那就下去和他一起陪葬好了。谁敢伤害我的剑灵？你不是被
被我的赤生剑气重伤了吗？怎么可能还能战斗？你在万剑冢中待了这么久，难道不知道门口的石像守卫就有补天修复的功法吗？能吸收那种级别的功法，这么强的实力，难道你是那个人？谁？你明知故问！你这炼化剑灵的恶魔，为了得到剑法不择手段。今日我就为其他死去的剑灵报仇。主人小心，他又隐身了。隐身又如何？就逃不过我的感知。剑道通神！束手就擒吧！这些阵法估计能骗过那小子了。宗主，燕平，你怎么来了？好消息，孟凡已经悟通整个万剑州的剑法，马上就要通关了。这么快？这才不到1天时间，我的阵法也还没有布完。这么强力的天赋，作为容器的强度肯定也超乎想象。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蜀山！别急，我现在就去见他。要杀要剐，随你便吧。不过我的灵根已毁，你休想再将我炼化。我只是来通过试炼的人，没理由杀你。你不杀我，你在成为剑灵前也是人类，与其吸收你的剑法，我更好奇当初害你的人是谁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本是蜀山的女修，在出世前也曾修炼到天元境后期。某日师傅说带我去万剑众提升剑术，不曾想我刚踏入万剑众就被炼化成剑灵。他的经历怎么和我如此相似？你当年的师傅是谁？他就是我口中的恶魔，他叫……是谁？谁干的？孟凡，恭喜你成功通过万剑轴试炼，获得了执掌镇妖剑的资格。走吧，随我去剑阁5层取剑。此剑与镇妖塔封印相连，千百年来无人能拔出。你能通过万剑种考验，或许会得到此剑的认可。凝神聚气，集中一点，登峰造极，灵剑出！竟然真的做到了，苍天有眼啊！用得着这么激动吗？这下面就是妖族血脉根源，你用镇妖剑斩碎它，就能断绝妖族传承，永保蜀山平安。奇怪，这里并不能感知到封印的气息啊。不过宗主总不会骗我，直接来吧。不对，这不是血脉根源，宗主，我们斩错了。不，这就对了。宗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们不是要镇压妖族吗？哼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上古的妖族们，都出来吧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身为蜀山宗主，你为何要勾结妖族毁了宗门？你可知我苦修数百年，却始终卡在化神境动弹不得。这天地规则根本不给我前路。我若想再进一步，唯有逆天改命。我与妖族至尊早有约定，我解开封印，他们血洗蜀山，用全蜀山弟子的生机与修为献祭，助我突破成神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。把镇妖剑斩碎镇妖石，全是你的计谋。没错，你不过是我解开妖族封印的棋子。如今你就陪我在这里眼睁睁看着锁妖塔崩溃，整个蜀山沦为末日吧！绝不会让你得逞！跟抢！别挣扎了，孟凡，你这物剑天赋千年一遇，若能给我，我必将踏入大成境界。这令人作呕的气息，原来是你！你就是温之玉的师傅，当年把我抓去血祭，活生生将我炼化成剑灵的人，也是你！没想到堂堂蜀山宗主，竟然是炼化活人的恶魔！你记性倒是挺好，不过那又如何？这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在我化神境后期的修为面前，你那点反抗毫无意义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忍了这么久，今天就算是拼死一搏，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！不对，竟然想耗尽全部灵力来与我殊死一搏。不过这点实力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，让你们看看这方世界最强者的实力——白虹贯月！红旗，我来助你！想靠绝尘剑反弹我的白虹贯月，的确挺有想法。不过这世间所有的剑我都了如指掌，你不过是在负隅顽抗。不行，主人，这剑气太强了，我们支撑不了多久。就是境界差距大嘛，缩小不就行了？您在说什么？这世上哪有短时间内跨越境界？难不成……没错，清寒渡影剑在柳烟屏的禁闭中从未公之于众，即使是清玄真人也会有盲区。逆流！
这不可能！我笑傲这方世界数百年，从未输过。那今日就让你尝尝失败的滋味。天下从来没有常胜将军，你固步自封，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跌落神坛。只要我斩断妖族血脉，你的计谋就休想得逞。就算你打败我又如何？镇妖剑已毁，妖族大军马上就要冲出结界，没有镇妖剑，蜀山照样覆灭。你以为我没有防备吗？这柄镇妖剑又是从何而来？在剑阁时，我的折镜就反射出了你身上的妖气，便趁你难以察觉之际，用十生幻影剑的功法制造了个镇妖剑的幻影。没想到你果然心里有鬼。孟凡，拼死拼活有什么用？看看这蜀山吧，我为蜀山尽心尽力100余年，可若有一只妖兽不慎伤人，他们便会将我贬为千古罪人。和当年的我一样，纵使为了镇妖拼尽性命，他们也不会对你说一声谢。在他们眼里，你做到是你应该的，若做不到，让这镇妖塔毁了，就只是个德不配位的废物，可笑吧？所以我渐渐明白了，这些愚昧的人根本不值得拯救。不，真正可笑的人是你。灵域众守卫前来镇妖，灵海秘境修士前来镇妖，蜀山弟子前来镇妖。师傅，我也来助你。孟凡，接住这定心丹。好，为什么他们都听你调遣？因为你只会高高在上的俯视众生，他们在你眼中不配为平等的人，自然不会肩负镇妖的责任。你无剑道通神，欲镇妖神剑，断妖族血脉，剑来！终于结束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入蜀山地牢，永世不得放出。这清玄不仅背叛我天元世界，还如此不堪一击，真是可笑。蜀山视为难堪大任，不如另立有能之辈。您说呢，仙尊？可以，不过想拿下蜀山，必须先铲除一个人——孟凡。